这一次官方真的是逆天了，我都已经不知道要怎样去讲他们了。这一次玩家社群反馈里边有超过70%全部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拒绝了。那么一开始我看到这一次玩家社群反馈官方回答那边的问题总共有16个，我在想着说我可以分成上下2集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存在，官方要怎样去解决之类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多少个小丑的符号，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问题而已，大多数的问题呢就是讲官方没有脑，或者是一个怀疑的脸，又是小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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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少数的一些问题是给赞而已，其他全部都是小丑小丑小丑我已经不知道要怎样去讲了，所以今天的玩家社群反馈呢，我会尽量快速带过啦，就是不要把这个影片弄得这么长，希望大家有耐心的把这个影片看下去。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争议性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转换石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转换石已经不是在 KVK 中获得了，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委托的方式拿到。但是有收到不少玩家的反馈是说到，其实通过委托拿到的转换石比之前 KVK 中拿到的还要更少。那这个玩家的反馈是说到，他们把这个转换石移除掉之后，他们有用其他的奖励来替代翅膀，因为他发现到现在的奖励比较起之前还要更加糟糕。但是官方的回答有点让我搞不懂了，他们把这个奖励从成就那边移除掉了之后，这个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转换石的发放方式让玩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去拿到转换石，而不是要减少整体可以获得的数量。他们会持续关注大家对于奖励的体验反馈，并且重新审视目前的奖励，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将会进行更改。所以就是他讲了跟没有讲是没有差别的。第二个问题是讲到 KVK 匹配的部分，因为有一些王国他们会报名了 KVK 之后选择不打架种田，他这里就有说到就连那些顶尖的先锋王国他们都已经开始种田了，这样子会消耗玩家的热情，并且把活跃战斗型的玩家逼到他们离开游戏。希望官方能够严格的去匹配筛选机制。这里官方的回答，他们目标是创造出更好反映王国实力和活跃度的匹配结果，他们也在研究如何减少消极玩家以及长期避战所带来的影响，好让积极参与的玩家拥有更好的平衡 KVK 体验。但是这件事情他们还在讨论完善中，一旦有了计划确认，他们就会分享更加多的资讯。我想讲的是，你把这个问题放上来，不是因为你已经决定好你要怎么去处理之后你才来做回复的吗？你放这个问题上来只是给大家知道，我知道了，你们不要再讲了，是不是这样子？下一个是说 KVK 前置的时候，当这个活动结束，每个玩家在前500名都会收到一封邮件，说自己的排名在哪里。但是这个名单里面呢没有说到具体的分数，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有一些好胜心比较强的王国管理层会在前置活动的时候去查看王国成员的表现，如果忘记把自己的分数给截图，数据就会丢失了，这样王国就没有办法按贡献值来分配奖励，而引起不满。所以这个玩家的反馈是希望官方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数字写上去。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官方这边回答的问题，这边这一段话是讲我理解，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然后下面才是他真实的回答。他很喜欢写废话，他就说到，如果把这个分数放出来的话，大家就会关注于单一的表现指标，并且会给玩家带来额外的压力，所以他们暂时没有计划增加这个项目的功能。 OK，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确实有一些玩家会这样子，因为像那个玩家自己都有讲到，有一些好胜心比较强的管理层，那游戏我觉得是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压力啦，虽然游戏还是一定要有一些限制或者是分数的要求，你可以确保你留在自己的王国，或者是让管理层知道你是保持活跃的。毕竟像那个玩家自己所讲的，其实也可以通过截图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分数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玩家他们自己啊，因为官方是考虑到多层面的，如果你真的忘记截图的话，就只能说抱歉，你这一次没有办法拿到奖励而已。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改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4个是讲黑名单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些捣乱的玩家，他们会被记录在国王的小本本上面。这个玩家就说之前的30天限制太短了，能不能延长到52天？因为他是担心这些捣乱的玩家会在 KVK 期间的时候捣乱。但是官方这边他是有讲到他们会考虑是否要覆盖整个 KVK 的时长，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们会肯定去换掉。但是可以看到这边评价其实算比较好一点了，可能大家都并不是很在乎吧。来到了第5个问题，这个就有一点长啊，是关于移民的事情。首先就是移民令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去线下的时候也是跟官方策划他们讲过了，就说移民令的成本很高，很多王国他们衰落得很快，变得不活跃，或者是需要时常去打 recovery KVK， 玩家不应该被逼花大量的钱，或者是在不喜欢的王国里面待很多个月才能够享受游戏。休假券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真正的方法，因为数量有限，而且休假券并不是在玩家的手上，而是在管理层的手上，并且玩家能够移民的决定不应该取决于国王是否给他们机票，所以就请降低移民令的需求量，特别是对于那些战力比较高的玩家，让所有人更加容易移民，更轻松的移民留住活跃玩家，有助于保持王国健康还有竞争力。这里策划的回答只是说，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用个人积分在联盟商店那边购买了，并且他们现在暂时没有想要调整移民令需求量的想法，但是每个星期只能拿到1张移民令，其实那个速度很慢啊。就算玩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购买，其实真的要等很久才可以累积到比较多的移民令，否则的话就必须要靠买礼包的方式才可以移民。其实对于那些玩家来讲真的是折磨来的。第2点就是关于移民之后能不能够把那个资源带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移民的时候一般都是会强制我们删除或者是把这些资源给送出去啊，他是希望说这些资源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书包，变成资源兑换币之类的。如果有一些税率要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接受，因为至少你把你大量的资源都带走了嘛。但是官方这里给的回复是他担心玩家会滥用这个方法，大规模的转移资源，使玩家之间集中和转移资源更加容易，从而对原王国生态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暂时没有打算要保留玩家资源移民的想法。那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大部分都会发生在先锋王国。其实一般玩家他们自己本身的资源是够用了的，如果可以带着过来的话，而且正常玩家是很少会去买太多资源的，因为他们打架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你打架的时间不长，你击杀不多的话，你就不会用到这么多的资源。所以说白了，就是官方不想要让那些先锋王国他们获得资源太过容易，从而导致到他们可能不会去买官方的礼包之类的，让官方那边没有办法分一杯羹，所以他才做出这样子的限制。因为有些玩家他不买资源就是不会买资源的，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啦。第3点，他就是要求说玩家能够在对方 KVK 正在进行中的阶段移民到该王国，因为我们现在的移民方式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的那个王国还在 KVK 的话，你就不能移民进去，你一定要等那个 KVK 结束之后才可以移民进去。但是其实有很多玩家他们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去采集的，如果他能够在 KVK 期间移民到这个王国的话，他就可以提早去采集资源嘛，对不对？但是官方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这个玩家是有建议说，如果这些玩家移民到正在进行 KVK 中的王国，他们没有办法进入 KVK， 但是能够在原本的王国里面采集嘛。那官方是说到，就算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失落之地也好，可能会使玩家之间大规模资源转换和交易变得更加简单，从而影响到2个王国的平衡生态，所以他们也是没有计划进行这项改动。所以我讲的东西还是一样啦，他们就是为了不要给你去买卖资源，所以说的限制。那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去买资源的，这就看这些玩家能不能够接受官方这样子的回复了。反正我这边看到有很多都是挂小丑的符号啦。第6点，这个应该是讲到特洛伊 KVK 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有那个斗兽场的部分啊，如果你要去打的话，你要排队的，其实排队要排很久。如果你的部队一死掉了之后，你就要重新排队再重新打过。像这个玩家就说到他的 KVK 里面随随便便都有700到900个人左右，4个阵营的人要同时在一个竞技场里面去打，这样子是很浪费时间的。那官方的回答只是说，现在这个活动还在先锋测试阶段，要等到先锋测试阶段结
结束之后，他们才会根据测试结果进行优化。但是我想讲，这个特洛伊战歌的剧本其实出了一段时间，你不是应该早就改了吗？如果从去年的时间算到现在，就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在这个1年的时间过程中，应该有不少玩家去跟他们反馈，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拿这个问题出来？他是要抽数呢，还是怎样？第7个反馈，我看到这个小丑已经是不想要讲了就是暗影军团活动的频率，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出现多一点。装备材料对于 F2P 还有微氪玩家来说是一大瓶颈，如果这个活动能够经常出现的话，对于游戏会有大帮助。而且这个活动本身就比较有趣，能够透过住房资源来把整个联盟的力量凝聚起来。策划的回答，他很高兴看到玩家对于这个活动的喜爱，但是开放的频率他们还要进行综合考量。他的回答基本上就这样子，就是你有回答到什么吗？就这样子而已，你选这个问题来做什么？所以大家放小丑不是没有原因了。第8点，牛车活动，就说到牛车要跑完整个路线需要花10分钟，甚至是更久，所以希望官方他们那边调整一下时间。这个活动现在就是因为要耗太长的时间，所以没有这么受欢迎。单一的路线不应该要超过5到6分钟才对。但是这边策划的回答还是一样，他们会进行评估，是否要缩短较长的路线，或者是优化活动的节奏，让每一次运送的时间更加一致，方便玩家去安排时间。那我说实话，其实官方他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去设计一些活动更加有趣，或者是在更短的时间内去完成的。就比方说近期推出的一些活动还蛮好的像那个12码的活动，其实很多玩家都很喜欢，因为他花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且又很有趣。而且官方也不是不知道现在的玩家真的是越来越忙了，你的活动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你就不能稍微的去缩短一下那个时间呢？还有包括黄金之国，其实真的也是很浪费时间的。我知道官方主要目的就是想要让玩家不要这么容易的去拿到这些资源材料去制作他们自己的装备那些，或者是不想要让这些普通的玩家跟有花钱的玩家差距拉得太近，毕竟人家有花钱啊。但重点是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是受益的，你花钱的玩家也是可以去完成的。像我之前就有计算过，如果一个新的玩家他要拿到699颗雕像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差不多要2-3个赛季才有可能累积到这么多，而且是几乎每个活动都要去做。那你自己想一下合理吗？你需要花2-3个赛季才可以把一个统帅给觉醒，像这些制作装备啊，又要去收集图纸啊，又要去拿一些材料之类等等的，又要花更加多的时间，更加多的精力。如果你想要让玩家玩得开心，进入这个游戏就可以马上上手的话，你应该要让他们可以更快的去做好自己的装备军器，更快的去完成，而不是要等那么久。我等了差不多1-2年的时间才可以做好一套，这样子我还有什么动力继续去玩下去？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官方想要用这种方式逼玩家想要快一点去做好自己的装备军器，所以才花钱。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子想的话是没有办法的。你要知道玩家大部分呢都是无氪玩家，当这些比较弱的玩家没有办法在游戏里面寻找到快乐，把自己变强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放弃这个游戏。官方必须要舍弃一点，如果现在他们推出了军器系统，你可以让玩家拿到军器的概率没有这么高，差不多要等到大保底才拿到。但是相对的你必须要调整其他东西，比方说现在金头获得的数量会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快一点，或者是装备材料拿到的材料会更加轻松一点，更加快一点。你不能全部都很慢或者是很难获得，你必须要调整一点点东西，让玩家觉得说我可以尽快先去做哪一个才做另外一个。来到了我最无语的问答，这个就是关于野蛮人存在的。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是半年前开始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了。这个玩家就说到他在非 KVK 赛季的时候，他就会使用1+1的方式去打野蛮人存在，就是用自己的大号加小号。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需要等5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开始发集结出去嘛，他就问能不能够缩短那个时间比5分钟更短。那官方就讲到我们考虑了很多东西啊，我们是考虑到了其他的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加入，但问题是这个玩家已经讲了，他用1+1的方式，有可能他是同时开着2个设备，开着2台手机、2台电脑之类同时加入的，他不需要等5分钟这么久。所以你考虑到其他人有没有时间加入，这些不重要，就是因为玩家有这个需求才会跟你反馈，你考虑到这些东西来干嘛？所以最终他们这边的回答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计划去让集结的时间缩短。你们听到我这样子讲，应该也是觉得挺无语的吧？这个问题。
那这里不只是第9个问题让我觉得无语，就连他第10个问题也是让我无语。你们看到这边小丑就知道了。这个玩家就说到他希望远征商店可以更新，就是把一些黄金钥匙可以开到的统帅全部放在里面。那策划就回答说，有一些在酒馆里面招募到的金色统帅呢，其实有时候会随机出现在远征商店，所以这些统帅并非只有酒馆那边可以拿到而已，他们还是有额外的途径可以获得。但是之后如果他们要调整远征商店的话，他们会把这件事情纳入考量，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边我简单的概括就是不会更新。第11点是讲关于军器的部分。首先第1点就有讲到关于金色军器的产出，他希望可以把蓝色的军器移除掉，因为根本都没有用。那上面官方就讲一大堆废话，讲我们理解，我们深感抱歉，但是他后面就有说到蓝色的军器依旧还是作为基础军器的来源以及回收的材料，所以他们暂时没有想要把蓝色军器给移除掉的计划。然后后面也是同样的废话说我们会持续观察之类 blah blah blah。 这个玩家就希望之后可以增加一个没有被锁定的军器的过滤器，因为现在我们在回收的时候，那些已经锁着跟没有锁着的会同时出现掉，就会变成我们在回收的时候会很迷茫。那这个也是我现在唯一一个看到官方是有正面回答说我们之后会增加这个功能，上面那些全部大部分都是废话来的。第12个反馈，我个人是觉得并不是很重要吧，就是不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啦。这个玩家就说到，希望能够给一些徽章，让在 KVK 中付出比较多的玩家去获得，就是认可他们的付出，可以在个人资料界面展示徽章。这里有打个比方，在 KVK 结束了之后，每个王国都允许发4个徽章给那些超越本质全力以赴的玩家，因为征服者之阵呢是属于那些战斗的玩家，但是王国不可能每一次赢 KVK， 每次的 KVK 幕后都有不少的人在工作才可以撑起一场 KVK。 他希望这些付出的人能够被看到，所以才给出了这个徽章的想法。其实这里官方回答是认可他的想法的，但问题是如果是由玩家自行发放这些徽章的话，系统很难做到公平管理，因为每个王国的选拔标准可能不同，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到某些贡献者被忽略掉的情况，所以他们暂时没有打算要执行这个计划。OK， 虽然这边也是讲一大堆废话啦，但是我认可官方这边的回复，因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拥军会把这些徽章给了那些根本没有在付出的人，会造成说那些真正有在努力的人没有拿到他相应的头衔或者是徽章。第13个问题呢，也是让人挺无语的。这个玩家就说到，希望在生成的时候可以给多一个军团位置，因为4个阵营的 KVK 里面有可能会出现到有6个王国来自 C 跟 D 王国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是写3个 C 3个 D， 应该要考虑让获胜阵营有机会把所有的王国都纳入最终奖励中，比方说星星或者是编年史，以确保公平的体验，减少分配专制者和共享奖励时的复杂度。这里策划回答他们在内部讨论之后，他们觉得说如果增加多一个位置的话，可能会影响动态关系以及整体的赛季结构，所以他们暂时没有计划增加另外一个席位的想法。第14点是讲功勋商店的，那我之前就有做过影片讲过，这个功勋商店其实用途很小，就是你可以换到的加速资源只有一点点而已，可能够你治疗2次而已，所以这个玩家就有说到一样的问题，所以他这边就提议说移除或者是大幅的提升购买限制，允许玩家在功勋商店里面无限制的购买治疗药水，允许玩家把那些剩余的治疗药剂留到下一次 KVK 使用。他希望这些东西要变成长期有实用性的资源，而不是每个赛季之后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浪费掉。官方的回答，他说如果无限制的去购买体力药水的话，有很大可能会对未来的 KVK 造成平衡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认同每个赛季结束之后就要把这东西全部给浪费掉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会重新评估这一点。但是我说实话，你给的那些治疗药剂真的是不够用啊。不过还是那句啦，有好过没有，虽然现在给的比较少，但是我勉强接受啦。
第15点，我好像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啊，但是不排除其他的玩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就是自动帮助的问题。就说每次他要截图的时候，自动帮助就会跳出通知说，哦，你已经帮助了哪一位玩家，这个讯息一直会跳不停，就变成说他截图很困难。他要求策划把这个通知给移除掉，因为很烦。那策划他们会评估各种方案啊，比如说整合这些通知，降低出现的频率，或者是提供可以关闭通知的选项，但是他们依旧还是希望这些通知是可以让玩家看到啦。他们会将过度通知洗版所带来的困扰降到最低。第16个反馈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希望可以增加公讯值排行榜，并且可以根据这些公讯值来判断说有哪一些玩家是有打 KVK， 哪一些是没有的，也方便他们在战斗期间踢掉那些不活跃的玩家。官方的回答，他们是理解管理层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评估，但是官方他们担心如果公开了这个排行榜之后，会变成又有类似像 DKP 的要求啊，然后就变成说有公讯值的要求之类的，可能会给其他的联盟成员带来压力。策划将会评估其他的管理工具或者是显示项目，在更好的支持联盟管理的同时，避免玩家贡献过度简化为单一排行榜。那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的小丑。其实我觉得官方的回答是正确的啦，虽然真的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会种田啊，然后不去打 KVK 之类的，对于王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影响。但是如果当你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就有一点类似像现在的击杀数这样子，当初我们就是看击杀数来判断这个玩家是不是真的战士，有没有打 KVK 嘛，但是就是因为过度的去看击杀数这个问题，而导致到现在玩家都一直不断的在追击击杀数。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需要弄一个排行榜出来啦，可能管理层自己可以看到，但是不需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来展现自己有多么厉害啦。虽然我们现在面板上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官方这边的回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策划的答复，是不是各位觉得说看了等于没有看呢？好像你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但是又好像听到了什么东西。得到比较多的回应就是策划讲，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讲什么了，但是我们依旧不会实行这样子。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我看完了这里16个问题之后，真的有点空虚啊。虽然我也知道策划那边到底有没有看到玩家的反馈，做出一些回应是需要的，是必须的，但是这样子会给我感觉说他们好像没有实际的去改动到一些东西，没有给到正面的回应，大多数都是反对的回应，所以感觉说你做这个东西来做什么的感觉。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期待可以得到好的消息，而不是得到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或者是拒绝的回答。不管怎样呢，以上就是玩家社群反馈策划的答复了。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也感谢能够把这个影片看到这里的观众，因为我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也是非常长啦。当然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呢，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